OPPO Find X9 Pro 使用了几天时间啊？今天的视频里呢，和大家聊聊这款手机的影像能力，看看这个在安卓世界2亿像素遍地开花的时代，OPPO 的2亿像素和其他家的2亿像素有哪些差别？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先说2亿像素啊，2亿像素的手机我用过不少，放大看细节都非常棒，但是Find X9 Pro 它不只是2亿像素。首先，2亿像素的正确开启方式呢是进入全新的拍照页卡哈苏超清，然后选择2亿像素，镜头会自动切换到3倍人像焦段。你按下快门，然后等啊，必须要说2亿像素的拍照时间是真不短呀。OPPO 呢给 Find X9 Pro 专门做了一个转场动画，有一点像那个斐波那契的螺旋线，对不对？我问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动画，工作人员说，既然这个时间无法跳过，我们索性让这个过程变得有趣一些。那么啊，经过了几秒钟的等待，你就得到了一张真正由哈苏认证的2亿像素人像照片。使用2亿像素呢，左上角会有一个16K 高清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分辨率是2亿像素。在这里我特别说明一下 ，OPPO 能拿下哈苏超清这4个字，和哈苏一起打磨了非常久啊，哈苏才给的授权。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放大照片，感受一下摄影棚级别的手机人像拍照。好了，大家现在左边这张呢是 Find X8 Pro， 右边这张呢是 Find X9 Pro， 左边这张是人像模式，右边这张呢是这一次的哈苏超清2亿像素。先跟大家说明啊，2亿像素开启之后呢是没有美颜算法的，完全还原真实场景，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，它拍出就是什么样子。左边这张呢是 OPPO 的人像模式，如果你使用 Find X9 Pro 开启人像模式，也可以获得同样的算法。我们现在呢就来放大看一下两者的细节对比。Find X8 Pro 的细节也非常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X9 Pro 的2亿像素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，就是一点数码合成的痕迹都没有。在这个位置Find X8 Pro 就已经有点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 Find X9 Pro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这回大家是真的能够从小姐姐的眼神中看到一个我拍照的我了，一个像素级别的我。我们回来看一下眼睫毛，这个耳环的画质，2亿像素下的耳环质感，这种通透的玉石的质感是不是很棒？也就是说，现在对于 OPPO 用户，你在拍摄的时候，你有2种，一种是常规的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人像模式，另一种就是这一次的哈苏超清。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啊，这张照片更是夸张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姐姐，这也是使用哈苏2亿像素所拍摄的照片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肤的质感，好家伙，我放大到这个视角，我感觉我自己是一只蚊子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小姐姐的嘴唇，好家伙，小小汗毛清晰还原。我跟大家说啊，这也就是小姐姐皮肤好啊，这一般人都经不起这么样的放大呀。我当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冷军老师的超写实主义绘画，对不对？而手机相比专业相机，它更小的传感器也正好降低了背景虚化的干扰，实现了最高清程度的还原。而这才只是开始。OPPO 这次的2亿像素呢，它是一个满配版的2亿像素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用过非常多的2亿像素手机拍照啊，很多拍完了没有亮度信息，但是在 Find X9 Pro 上依然可以保留 HDR 的显示，这种亮度信息可以最真实的还原现场的场景。再而且大部分2亿像素手机啊是没有抓拍能力的，也就是说拍摄那一瞬间，只要那个人动了一下，这张照片就糊了。但是 OPPO 通过长曝光短曝光的多帧合成，实现了哪怕是人物在运动中依然能够获得像定格一样的画质。在这里我分享几张使用2亿像素拍摄的人像啊，大家左边看到的就是我拍摄那个瞬间，小姐姐都是运动着的，它至少没有停下，对不对？这种情况对于很多2亿像素的手机来说就糊掉了，这张照片就废掉了。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Find X9 Pro 它的2亿像素，几乎每张都能够轻松的定格那个瞬间。在这里我再给大家看几张2亿像素的惊人画质啊，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卖羊毛毡娃娃的蒙古族奶奶，她手里举着的呢就是用羊毛毡绘制的年轻时自己的照片，这是奶奶亲手制作的羊毛毡版本的时下流行小单品啊。你别说，奶奶还真是紧跟时代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2亿像素对普通用户来说有什么用呢？客观来说呢，除了特别震撼之外，其实确实用处的场景不多。但是 OPPO 把2亿像素这种高像素的技术更新拆分到了不同场景当中。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，哈苏超清的另一个功能 4K Live。4K Live 其实它是包含了2个部分啊，就是一个是最高5000万像素的照片，再加上一段 4K 分辨率的 Live Photo 视频。OPPO 这次把 Live Photo 那个3秒钟的小视频，从传统手机的1080p 级别提升到了4K。这是一张 4K Live 的照片，我点击长按。
就这一段，大家觉不觉得这个小姐姐长得有点像辛芷蕾？是不是有点像？这张照片本身是2600万像素，有一个21兆的体积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只把里边的视频另存为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段视频是一个3840×2880的4K 分辨率的视频，而且抓拍 HDR 亮度信息一个都没少。大家注意小姐姐的水杯和腿，你看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它是完全在运动的，但是依然能够非常清晰的捕捉。看到了吗？甚至这个袜子的这些纹理细节也都非常清晰的捕捉下来了。比如说这张照片，我拍一个小哥哥，就是在半空当中，他的脚都没有落地的这个情况下，就好像在空中凝固定格了一样。怎么样？那么有同学要问了， 4K Live 它拍的这么清晰有什么用？我发到社交网络也是被压缩呀。OPPO 在这里呢动用了一些超能力啊，现在小红书可以直接发布 4K Live Photo 的照片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左边是 Find X8 Ultra， 当然截屏的过程中呢没有 HDR 信息了，所以说呢没有实际观感效果好。而右边的呢则是 Find X9 Pro 的 Live Photo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左边是 1080P 级别，右边是 4K 级别，能看出这个细节差异吗？这是 4K Live 的基础能力啊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那些扩展玩法，其中第一个自然就是 Live Photo 修改封面图。在传统的 Live Photo 改封面图过程当中，如果你遇到拍照瞬间，比如说你闭眼了，我们可以通过 Live Photo 寻找到视频中的某一帧眼睛睁的画面，对不对？然后选中成为封面。但问题是 Live Photo 截图它只有200万，就相当于原本是1200万像素的照片缩水到了200万像素，那细节是明显的损失。而现在 4K Live 它那里边的小视频，因为分辨率提升到4K 了，所以它作为一张照片的像素就达到了800万啊。虽然说和真正的1200万像素照片相比还是要差一些的，但是要比200万像素好太多了。真要是遇到最美的场景，结果你眨眼了，也能最大程度的补救回来。4K Live 的第二个玩法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不光是 4K 啊，普通的 Live Photo 也可以通过后期实现慢动作了。不过这个部分我给大家实际测试了，操作很简单，但是效果呢，这种通过 AI 插帧的算法没有预期那么高清。4K Live 的第三个玩法是通过录制视频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同时在拍照，那么照片会自动保存，生成一张800万像素具有 4K 短视频的照片。虽然说它的画质依然无法和正常拍照清晰度相比，但是这个瞬间封装以及高清 Live 确实很实用啊。4K Live 的第四个玩法，因为长焦镜头依然是支持微距，那么高像素加上 Live Photo 4K 视频，再加上微距拍摄，这三者叠加就拍出了呼伦贝尔上一只腮帮子里塞满瓜子的小花栗鼠。如果大家觉得这张照片还不够近，那我再把镜头推近一点，依然能够对焦啊。在小花栗鼠储存过冬粮食的时候，你来完成数毛。以上哈苏超清夜卡中的5000万像素加上 4K Live Photo 加上2亿超清人像，是这一次 Find X9 Pro 最核心的功能。那么今天视频的第三部分说完了刚才那些核心卖点，接下来说一说 Find X9 Pro 它的基础体验。首先，OPPO 的人像模式依然是目前所有智能手机中我最喜欢的，没有之一。出去玩的时候，我都会专门带一台 OPPO 手机，专门拍人啊，然后 AirDrop 给 iPhone。那些 Live Photo 啊、亮度信息啊，在 iPhone 上都可以完美的实现保留。第二，视频能力，相比于人像的突出表现，视频能力呢，我觉得就属于正常发挥吧。OPPO 在视频中录制的有2个风格，第一种是默认色彩，明亮艳丽讨好眼球；另一种呢是这次新增加的大师模式或者说专业模式，从哈苏影调中获取的灵感，色彩油润，但是刻意调低的曝光。这个模式我觉得拍视频拍出来之后呢，还是挺难掌握的啊，我需要再多一段时间去摸索一下如何能拍出更好的效果。另外这一次 4K 120帧的视频能力也有加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50码奔腾啊，这是正常速度小马跑过去，这是4倍半放，依然丝滑。很多用户很关心的自拍能力啊，我鼓足勇气，随机拉住2个小姐姐，让她们分别帮我对比了前代旗舰 Find X8 Ultra。小姐姐，我能让你帮我拍几张照片吗？就你找一个，这边是不是有点太亮了？就你找一个好看的角度就行。清晰度两者是比较接近的啊。我同样开启的原生美颜算法，这个场景呢是夕阳渐落，现实环境中呢照在人脸上的这个光线是偏暖的。那两组对比之下呢 ，Find X8 Ultra 它的人像其实会更接近我人眼的观感 ，Find X9 Pro 它的肤色呢会更偏白一些。另外这一次在相册中呢 ，OPPO 带来了2个全新的 AI 玩法。AI 相册里边选择 AI 图像助手，就有一个 AI 人像补光。比如说我现在拍摄这张小姐姐，正好当时阳光照射过来，有一个树枝阴影挡在脸上了，我们可以选择 AI 人像补光，它开始识别这个照片的场景，然后分析人物的光线，然后它得出了一个结论。
人物比较暗沉扁平，缺乏质感，它就给你模拟了一个轮廓光效果，增强发丝光，营造氛围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右滑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光线是不是比刚才好很多了？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 AI 最佳表情 ，OPPO 在做的是它会扫描你相册里其他这个人物的照片，识别到可替换人脸，它把其他几张照片的人脸给你提供过来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希望这小姐换一个闭嘴的表情，哎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照片，然后我们可以自己换一个其他的表情，是不是比较真实？相机素质的最后一个场景呢，聊聊这次的大师模式。如果说 OPPO 目前影像最核心的2个追求，那第一个是人像拍照，第二个就是影调。和高像素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啊，用光和影去讲故事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同样一个场景，左边是 Find X9 Pro 默认模式所拍摄出的效果，右边是大师模式所拍摄出的效果。两个对比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，第一，大师模式刻意调低了曝光，去有意的增加了画面中阴影的存在感，通过对比去突出画面中光的存在感。第二个感受呢，就是色彩，大师模式的色彩要更加油润。这张照片本身也是支持 HDR 亮度信息的，如果大家直接拿着手机看，这个效果会更加明显。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觉得普通模式拍出来更加讨喜。在这里，我其实也问了一下 OPPO， 这种刻意调低曝光的目的是什么呢 ？OPPO 给我的反馈是，他们希望尽可能的去还原哈苏相机的质感，也就是说，这就是哈苏相机直出之后最接近的一个画面质感了。这个部分呢，就看大家个人的喜好倾向了。毕竟大师模式本身就是面向进阶用户，面向更专业的摄影用户。除了大师影调之外 ，OPPO 在 Find X9 中呢，给 Expand 模式也带来了更多的新玩法，比如说加入了更多的滤镜，以及如果你实在等不及那么久的拍照过场动画啊，也可以在大师模式当中直接开启宽幅摄影。说起来 ，OPPO 这个宽幅啊，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玩法，特别是在高像素时代，拍摄一张超宽画幅，那种取景比例所带来的独特震撼感是普通照片所不具备的。但是这个玩法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现在手机为王的年代，大多数用户都习惯竖屏观看，而经过画幅裁切之后的 Expand 的照片啊，在手机屏幕上就那么一小条，高像素宽画幅的优势放到手机上全变成劣势了。那么什么场景能够发挥宽画幅的优势呢？除了更大尺寸的显示器之外，我能想到的就是墙了。OPPO 有没有可能，比如说啊，和雅昌打印合作，帮助用户去打印更大尺寸的照片呢？毕竟这个模式本身就是给摄影用户提供的，对不对？摄影用户本身也有打印自己作品的习惯，这样 OPPO 设计的那些精美的水印相框也有一个落地的场景了。今天视频的最后呢，我来说一下 OPPO 这次推出的一个全新的摄影套装。因为现在呢还没有解禁正式的样张以及界面，所以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个怎么的玩法。这次 OPPO 它是充分的利用了磁吸和组装这个理念。我第一次上手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自己在那个要装一个枪。基础呢是一个凯夫拉的手机壳，这个内部是支持 MagSafe 的。装的时候先从下边滑进去，然后上边一扣，很轻薄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组装了。首先，这是一个手柄的下半部分，它本身也是一个3000毫安时的电池。这是手柄的上半部分，它这里呢有一个滚轮，有一个开机键，然后有一个拨杆，有一个快捷相机按键，它们两个是通过磁吸来组合到一起的。为什么要通过磁吸呢？ OPPO 的想法是自拍的时候把这个快门键拿在手里，这个是和手机进行连接的，它本身呢是一个支架，你日常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给它直接吸附在这个手机壳背后，然后这个位置可以当成一个支架，通过这样一个滑轨，大家看，然后如果你想拆卸的时候就按住下边这个手柄和这个手机啊，它们两个也是通过磁吸固定的，就是正常大家握持呢，我觉得是完全不用担心。但是如果大家在拍照过程中，比如说有人磕到你碰到你，这个会不会有一定的隐患呢？再然后设计套装这里呢有一个金属的这样一个盖板，这个手机壳啊这有一个滑槽，通过这个位置给它滑进来。然后我们这次拿出这个哈苏定制的小镜头，有 OPPO 的 logo， 有哈苏的 logo， 有橙色的这样的装饰线，这边的镜头盖是这样打开，然后听，这样就完成了一套组装效果。我自己啊现在给大家测试，这样拿在手上，其实呢磁吸是很稳定的。但是在这里我觉得又有一个困惑，就是 OPPO 把这个增距镜的盖板啊，它只保留了长焦镜头，然后另外只保留一个麦克风。
主镜头给遮挡了，然后超广角给遮挡了，然后单匣镜头也给遮挡了。这个我属实是没有看明白，这个为什么不多开几个圆孔呢？这个我想不明白啊。就是让大家很专注，因为今天还没有正式解禁它的拍照效果以及配对的页面，所以说只能给大家先聊这么多啊，优点缺点都给大家介绍到。总结 ，OPPO 从 Find X6 系列开始确定人像拍照为影像核心，特别像是一场豪赌。因为说白了，国内 vivo、华为、小米他们的人像也不差呀。OPPO 一旦把人像作为核心，那必须要保证每一代产品的人像都要比其他厂商更有优势，才能站稳脚跟。而现在从连续4代的产品来看 ，OPPO 还真的把人像模式做成了，就是每一代产品人像拍照都有新东西、新玩法。现在在我心里啊，人像拍照 OPPO 就是我的第一选择。我身边也有非常多主力设备是 iPhone 的朋友啊，他们会单独购买一台 OPPO 作为外出旅行的人像拍照机。在我看来 ，OPPO 能做好人像拍照的根本，其实是对于人像拍照的理解。拍人，它的根本不在于美颜算法，拍人的根本在于光和影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